现在头上戴的呢是嘉里县嘉里镇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价值40万。这个是我的5耳朵，这个是赶牦牛赶羊的。各位单身朋友到西藏，如果看到会用这个的男孩和姑娘，也许你的内心会砰砰直跳，那就拿出勇气和真诚，好好把握一下，因为这说明他们牛羊成群，不仅帅气美丽，还能披星戴月，在金玉满堂的人生旅途中等待对的那个人。一起拥有整个草场和山头，这浪漫谁懂啊Hello， 连接公干伞啊，周末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藏族姑娘卓玛。我的梦想是走遍全国，卓玛此刻正踏着祖辈们的足迹，重走一遍藏地的活力大道，感受千年来家乡的岁月变迁。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嘉里镇，西藏的藏族人数占比达到86%。有朋友可能会担心，如果到西藏来工作，习俗饮食不同，和藏族朋友格格不入怎么办？自己的孩子如果在西藏学校就读，被本地同学欺负又怎么办？还有，藏汉可以通婚吗？种种好奇、忧虑都无需过于在意。虽然西藏大部分都是藏族，同时也是一个多民族居住的地方。先不说现在各位朋友到西藏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川菜、火锅、粤菜馆，其实汉藏的交往从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咱们藏族人特别喜爱喝茶，酥油茶、甜茶、清茶等等，用牛羊奶提炼出脂肪后制作出酥油和茶叶一起煮开，一杯香甜浓郁的酥油茶就成了。而藏族人喜好喝茶历史渊源，其实也和中原地区有所关联。既然来到了嘉里，就和各位朋友简单说说，从1000年前的中原到高原，再到南亚，连起来的就是一条古道。古道沿途的藏族人早就和中原来的朋友有了商业来往。这边呢飘着毛毛的细雪，下了一点小雪，但是还是有太阳，挺暖和的。西藏高原在几万年前就有了古人类的活动痕迹，有了现在的科技，陆续发掘了很多文化遗址。之前在西藏江孜县藏坛发源那期视频有聊过，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翻看。从西藏象雄吐蕃时代开始，大量藏式文化被创造出来，精妙的手工艺品、藏文、文学、生动壁画等等，保留或延续到现在。依托高原丰沛的水草，还繁殖了大量牛羊和马匹。这些呢都是我们这边村民的一些手工艺品，像这些的话都是牦牛的毛做的，可以装青稞呀、糌粑呀，这个应该就很熟悉了。这个就是我们赶牛赶羊的5耳朵，这应该知道。这个可以挂在这边腰带上面，然后就直接拿出来，就这样赶牦牛。我们之前用这个甩，差点甩到我们自己。古代各朝风云变幻，时刻也伴随着战争，为了江山和领土，时不时就要出征。那个时候是冷兵器时代，除了刀枪剑戟，还需要大量马匹给骑兵，以及大量肉食补充能量。古人便从中原走出了一条路，把东西经四川、云南高原送到象雄、吐蕃，再到印度、尼泊尔等地，和玉门古道一起形成了最早的国际贸易。中原地区带来了上好的茶叶等物品，换取这里的马匹和牛羊，还有藏族祖辈们的手工艺品，开辟出几千年历史的茶马古道。靠背。那曲嘉里是茶马古道其中一站。茶马古道和字面意思差不多，就是中原的茶换游牧的牛羊马。然后文成公主也带来了上等的茶叶，藏族人热爱喝茶的习俗就扩散而开，更多人能接触到茶叶，传到了现在。后来两地的交换不仅限于茶和马，中原商队驮着丝绸等玩意儿到吐蕃做起了全面的生意，再通过藏族朋友让货品到更远的地方，比如南亚地区。为了方便各位朋友理解，卓玛在这里解释一下，无论是象雄、吐蕃都是西藏。这个称呼呢，从清朝才开始确定，过去还叫过乌斯藏。自古以来，西藏、日喀则、亚东都是最繁忙的商业通道，也是经西进到印度最便捷的地方。而卓玛家乡江孜就是去亚东的必经之地。那个时候不像中原可以走马车，只能靠着一双腿。
先走南屿上擎天的蜀道，然后又到横断山脉和峡谷沟壑，再走喜马拉雅山脉的纵横高峰，一趟下来耗时1年多，出行的成本极高，同时也充满危险，一不小心便是粉身碎骨，一切化为泡影。当时高原的艰难，使得人和货品都有坠崖落水的风险。不过为了生活，有人毅然上路，成了文化交流的先驱。茶马贸易最早可起源于西汉之间，在明清时代达到巅峰，这期间就有很多人来了一次就没回去，留下了和藏族朋友组成了家庭，一部分留在了西藏，一部分在达建留。快，是快。这我没见过，这个类似的吗？这个是打火的。以前没有火柴呀这些的时候，这个是可以用来打火的。就是像我们牧区的话，每个人就是男人都身上就这样挂着，然后就可以打火。完成公主在1000年前就完成了壮举。根据卓玛查到的史料，在清朝时期的拉萨，由藏汉组成家庭就有几十户，而现在已经达到了几千户。要知道，西藏只有300多万藏族同胞，包括婴儿、小孩、老人，这样的融合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西藏早已是一个多民族居住地，藏汉结婚也是可以，并且普遍受到支持。咱们说西藏昌都和四川甘孜阿拉主要是康巴藏族，而那曲加里每个地方也有不同。往北的邻居就是昌都，加里镇则刚好是加里县的北部，所以也属于康巴藏族。无论是卫藏、安都还是康巴，甚至是加绒等分支，习俗有所不同，但是大体上相同。有时候在语言上可能不太懂，因为卓玛的家乡日喀则属于卫藏，但是卓玛感受到了康巴文化，也算目前最开心的事情之一。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上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所建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茶马古道从诞生到西藏第一条正式公路通车，变成了一个历史符号。关于茶马古道值得了解的有很多，如果有机会，卓玛也能沿着茶马古道走一圈，了解沿途的人文，听听老一辈讲述的古道故事。现在的古道都变为平坦的公路，咱们知道路途依然艰辛，却是一个奇迹。所有物品和人都从这些路流动。其实现在也是新的茶马古道。西藏现在的畅通是中华民族共同努力的结果，有发达省市的投资，建筑工人们有各地的人，养护工人同样如此，永远都相信血浓于水的一家人。这是我们村里自己缝制的，至少有60年的历史。60年，是你自己缝制的？这是而且缝的是双面的。哦，对，双面的，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自己缝的。双面的。